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。今年的冬天，多伦多下雪没有往年那么多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气温相对也没那么冷。我这边虽然下雪没有以往多，但是我的院子依然被白茫茫的雪覆盖着。给你看看我菜园的一角。夏天是这样绿油油的，现在已经空溜溜的。幸好我室内有一套植物灯和植物小屋来继续种菜。有网友留言叫我介绍一下这套设备，现在我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说说吧。这套设备一共有2件，一件就是种植小屋，另一件就是植物灯。先来打开这个植物小屋的包装，里面包含了说明书还有各种的材料。摆开来看，就是一排的铁棍子，还有一些转接口，它们上面都标有字母的。按照这说明书来安装呢，非常简单，我们不需要任何的螺丝刀，按照棍子上的字母呢，插到相对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它上面有个小按钮，只要一按一扣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这就是刚完成的戒指。接着我们就来安装它的外棚。打开之后是这样的，然后把刚才的戒指套进去就可以了。这是不是很简单？很快我们就把这个小棚装好了。这个小屋的长宽高是100乘以100乘以180厘米，刚好呢可以放在我客厅的一个角落里。接着我们就来打开这个植物灯，里面就是包含了植物灯和它的一些配件。这些小黄点呢，就是 LED 灯，它小小的个头铺满了整个版面。我们把它的配件都安装好，就挂到种植小屋里。这个植物灯上呢，除了有开关之外，还有调亮度的按钮。这个植物小屋用的材料呢，是有反射光照和保湿的作用。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银色的，还有几个小窗可以通风透气。为了在里面种更多的植物，我自己增添了一个木架子，2层的。这个植物灯呢，都是用 LED 的节能灯，它能够以低的耗电量达到高的功率。例如像我这个是能达到1000瓦的亮度，但是耗电呢只用150瓦。植物灯跟普通灯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呢，是它模拟太阳的光谱来设计的，所以对植物的生长是非常好。我先来介绍我在这个植物小屋里种过的一些青菜，例如上海青，它是我最喜欢吃的一种有机蔬菜，长得嫩嫩的再来煮，非常新鲜可口。另一种呢就是生菜，之前跟上海青一样，都是一起育苗的，然后慢慢的已经长到这么大了，大概1个半月的时间。小白菜也长得不错，在植物灯的照耀下长得特别快。看到中间那个菜心了吗？可能它们得到的光照过于充足，所以很快就抽新开花了。我只能尽快的把它剪下来吃，然后煮上一碗面，配上这几条青菜，肯定会鲜甜美味的。我还种了不同的香料，例如香菜。看着它们在我的菜棚里，从一粒粒小小的种子慢慢的发芽，然后长出一片片的针叶，看着它们不同阶段的变化，给我带来了乐趣。还有韭菜用来包饺子，挺香的。我一共种了2盆，这一盆我是用韭菜籽播种出来的，另外这一盆呢是在室外把那个韭菜头挖起来移植到室内的。冬天很多人在家里都育有蒜苗，我也不例外。我土培了一盆蒜苗，5天就长出苗来了，15天都长起来了。我一般就是捡来配菜，一直吃到现在。
室内种菜当然少不了葱，我今年尝试3种种法。这一盆呢，就是在超市买来切切的葱头种的，这是大葱。这一盆呢是小葱，我在室外一般是种这一种。到过冬前，我就把那个葱头挖上来晒干留种，冬天我在室内就试试种它。第3盆呢，跟之前那盆也是小葱，不同的是我是直接在土里挖出新鲜的葱头移植进来的，可能我种的不够多，所以有点稀疏。整个冬天呢，我都不用买葱，每次剪了一茬，只要适当的施肥浇水，它会继续长第2茬。我不只种了这些，我前期还种了其他蔬菜，例如西洋菜。开始我是在室外剪枝扦插到这个小盆里，结果呢15天左右就有的采收了。种的过程一点也不难。下一种呢就是红萝卜头，有些网友问我，这会不会再长出整个红萝卜呢？是不会的，它只是长上面的叶子。我今年是第1次种它，也是出于好奇，想看看它长出来是怎样的。其实也不错啊，从这画面中可能你已经看到了，我还种了红薯。之前我有个视频介绍怎样种红薯，如果没看的可以点开说明区的链接看看。还有花生，花生也就是我其中的一个盆景而已。我还种了藤杉漆，这一盆藤杉漆呢是从朋友那里扦插拿来种的，它是我种植小屋里长得最快的一种植物。我最为骄傲的当然少不了这几盆枸杞，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是从买来的枸杞果育苗然后长起来的。后期呢，我就开始育苗育一些锅类了，例如这个苦锅。现在我育苗可能有点早，但是为了后期的育苗做好实验。这是种下去1个多月的苦锅，都开花了。我还育苗了一些番茄，现在都长得很高了。这个大的就是最早的，大概1个月左右。又过了1周，现在又长得更高，叶子也更大了。现在那颗大的都快2尺高了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留的种子。在这个种植小屋里呢，我除了这些还尝试了其他的蔬菜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这个芥子上面一层一般是已经出苗，需要光照多的，下面一层呢就是还在育苗中，不需要那么多光照。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最近菜棚里还在长的蔬菜。春天快要到了，我将会利用这个菜棚和植物灯来育苗，到时我会跟大家分享。想了解的朋友请订阅关注，谢谢你的收看。